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是一期没有脚本的录制，索性来谈一谈我以前到现在使用过的一些护肤品的浅见跟反馈。话不多说，就从国货开始吧。首先是我之前提到的优时颜，如今我国已经真的可以做到从设计上、从使用肤感的质感上都和国际接轨。简单来说一下它的感受，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很温和，300-400块钱人民币的定位，然后在它的包装、它的质感，其实我觉得它都符合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效果呢，并不能够呈现那么优秀的效果。加上今年它也开始跳水，这个精华现在呢也就100来块钱。单单看这些精华的质地，其实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因为既清爽又有滋润度。在质感的方向的话，其实它已经适合大部分人，从油皮到干皮都可以去选择。但是无论是各种通路的美白，还是抗糖以及黑引力的抗皱，在我的脸上都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效果。那么如果它是在100-200价位里面的产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对于黑引力这样段位的产品的话，你就需要考量到底要不要买国货。如果你花这样的价格去买这样的产品，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匹配的。所以当优时颜在出了一些新品的时候，我就完全不会心动了。在这几年入手了很多国货之后呢，其实我有发现确实有一些东西做得还不错，因为它符合它的价值，什么样的价值做什么样的东西。当你把一个产品卖到300-400块钱的时候，真的选择就很多了。大家都知道大牌跳水，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些，小的时候的国货状态是各方面都很能打，但是我们的外包装、我们的质感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现在怎么反过来了？就是外在都很能打，但是内在不是一个你有一个配方师就可以解决的。国货的路它还需要很长，毕竟我们的邻国韩国它是突然起来的，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喜欢韩国护肤品呢？第二个国货呢，来谈一下这个菜鸟与配方师。首先看它的盒子啊，我的疑问就是，如果它的产品核心给你宣传的很好，但最后你使用起来并没有出现很惊艳的效果的时候，其实它的外包装也是一种累赘。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贵妇保养品的，你大概明白，就是做成这种硬盒子大包装的品牌大概是哪个国家呢？瑞士。所以拉帕瑞一直都是走这种很浮夸的路线，可能产品就这么大，或者它的内容量就这么大，但是它瓶子要做这么大，它的盒子要做这么大。因为它的市场价格、它的呈现效果，它是匹配的，就是尽管浮夸，但它是匹配的。但是作为菜鸟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主打专业线的品牌，你没有必要把盒子做得这么浮夸，毕竟这个瓶子其实就这么大。当然它后来就是它有出这种50毫升的精华的时候呢，它的盒子就是缩小了很多，也不是采用那种硬包装的成本。其实包括现在有很多欧洲品牌，他们的那个包装也开始尽量环保化了，这是一个再往上的高度。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概念，这个配方师的概念，以及它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瓶子，因为我最早是学设计的嘛，所以对于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能够打动我。但是这么一个主打专业线的品牌，比如说这款针对祛痘去黄、抗氧化力很强的姜黄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一些优异的地方，比如说它的姜黄有自己的技术，所以它不会染色，然后它的气味也不像网上讲的那么不堪，我觉得是甜甜的，好像甘蔗的那种味道。而且他们家所有的精华就是都做成像基底液一样，所以也是适合任何皮肤。基本上外在我们能讲的东西都很优秀，但是还是回到本质来看效果。因为我是时不时会冒一颗痘，所以我不能用这瓶精华来证明它在祛痘方面的能力，但是就抗氧化稳定皮肤方面它绝对不行。因为今年我比较有发言权的是我用太多有的没的东西，加上作息、心态、回国之后的状态，确实皮肤出状况要比以前要多，所以我买了很多针对敏感的产品。而今年我比较多出现的状况呢，就是两颊的泛红，所以针对泛红的精华我买了不少，包括这瓶番荔枝
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它在我的脸上没有任何效果。所以尽管和刚才的优时颜一样，在设计方面，在质感方面，在理念方面，因为是配方师做的东西都很好。这个就回到一个我底下想说的话题，我有关注一些很牛的大神博主，就是他真的很用心去查文献做研究，但是真的根据文献出来的护肤品就是好用的吗？不是。尤其是像我比较强调感受的，有很多东西它讲可以抗炎，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包装以及最好的理念，但是它就是不行。这个就涉及到现在很多博主在分析大集团中提到欧莱雅集团对成分的苛刻要求，他不问供应商给他的是什么，他要自己做研究，包括就是临床试验印证这个东西是有效的。我们都用护肤品会知道，护肤品其实是很微小的，它有效果，你用对、认真用以及配合良好的作息，你是会呈现不错的维持效果，但它绝对不是神药。我也一直强调，即便整形也不是像神话般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国货要做到各方面都好又很有效果，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大方向的文化跟资本的渗透会让我们混乱，你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东西，你以为别人给你的泛红就用这个，但其实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是会喜欢尝试买一些国货，虽然随着时间我发现我现在对国货的长草会越来越窄，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想要花在国货身上，但是因为国货很内卷，在理念成分上很内卷，所以今年的这个控油它就会出很多新奇的东西，这些都是国外没有的，所以我会想要尝试。所以我们国家的东西开始走自己独特的路线，考虑到更多层面的需求。这就好比早期的这个日系贵妇货清一色的为干皮去服务，这个理念就是错误的。包括到现在韩系的顶级贵妇货也全部都是为干皮去服务。我一直都强调油皮的贵妇也有很多，但是国货现在就是虽然没有到贵妇的层面，它开始考量的体系很多，所以我们国货还是有很多很大的希望，只是不要跳在一些框框里面出不来。这就是我对国货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现在也很迷恋国货，如果你也用得很好，当然好，因为你挑到适合你的了。不然的话就不要随波逐流，被博主去影响去大肆的买国货，你还是要买你适合的东西。刚才说的这些国货呢，基本上都是空瓶用完的。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我之前买过的但是没有空瓶的一些东西。这个叫做 DIYX 的日本品牌呢，它只在日本的美容医院里贩卖，是我当时在东京做医美的时候选择的2样产品。品牌呢来自于乐敦制药，所以也是比较安心有保障的。说一下这个精华为什么一直装在这个盒子里呢？因为它是一个4%浓度的氢醌，这种具备一定光敏性且活性比较强的成分的精华，比较建议你购买之后呢就一直放在你的盒子里。我为什么没用完，以及我为什么在很多期视频中强调我的脸颊开始有泛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是由它造成的。之前我可能也提过，我用过 Zero Skin 的对苯二酚，就是氢醌，但是呢说实话在我脸上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什么反应，反倒是日本的这个针对皮肤科的东西发红。然后当我2周之后，我觉得这个红越来越严重之后，我面诊了皮肤科医生，他就建议我停掉。现在呢，我还在小红书上会看到很多医美博主在强调氢醌有多么的厉害。我想说，如果你没有对应的皮肤科医生，你真的不要私自去用氢醌因为我属于有敏皮，但是这个敏不是很严重，属于我自己就能对付的。但是从今年开始的这个时不时泛红，其实搞得我还是蛮困扰的。虽然有一些产品确实能够让它短期的好，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博主，你就需要尝试不停的产品，尤其还有一些猛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皮肤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对于普通路人而言，你在生活中遇到这些困扰，其实是非常影响你的生活的。所以我们无论是 A 醇也好，还是这些氢醌也好，这些非常需要专业皮肤科医生的建议，或者你就尝试低浓度的，既起效又不会带给你多大的刺激。这瓶乳液面部跟身体都是可以使用的，它的成分其实很简单，然后它的质地呢也像牛奶一样，但是它是那种涂起来很有水感，但是滋润度
非常大的一瓶乳液，也就是我作为一个油皮本皮，无论是脸还是身体，我都无福消受的，就是它会给我一种太润，但不是油，是太润。这个产品要讲的点呢，就是专业人士也许推荐给你的东西呢，也不一定适合你。是我非常推荐给干皮和混干皮，最好是拿它当身体乳，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干皮到了冬天，它们都会掉屑屑。这个滋润度绝对是可以 hold 得住的。然后就是早 C 晚 A 风，今天要讲的是维 C。作为天花板的鲜丽诗，之前做的那个开箱视频也提到过，我买了这2瓶精华，但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用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第1瓶打开之后现在的颜色，它其实已经完全氧化了，所以这瓶其实已经没有再用了，不过也就只剩下一点点，是后期我的皮肤有些敏感的时候我没有怎么再用。即便是鲜丽诗在肤感做的这么完美，并且我购入的是适合大部分敏感肌适用的这个7.5%的这个浓度，它其实也是会有刺激性的，只是在你的健康皮肤状态下不太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只要你有一些皮损，有一些炎症的时候，你涂上去，其实它两颊我会觉得有一些刺痛。之后当皮肤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又打开了第2瓶。这个鲜丽诗它本身就不是透明的，其实是有一定的颜色的，是正常的，就是这样的颜色其实它是正常的。然后鲜丽诗的确是维 C 里面质地做的最完美的，而且我比较建议是你洗完脸第1步就用，就是不要受到任何产品成分的干扰，你洗完脸直接就涂。我比较会喜欢早上用，人家说早 C 晚 A 嘛，其实维 C 是比较适合早 C 晚 C 的，因为它也有抗老的作用，然后它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和刚才的这个清坤一样，维 C 呢我也是不会把盒子丢掉，每次用完都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的。尽管它们的瓶身都是做成这种棕色，就是为了防止紫外线对它的影响，但是我还是建议盒子会更加的保险。这瓶维 C 我用着，我觉得在抗氧化方面的效果确实是不错。继续回应我之前提到的，就是如果你想要靠维 C 美白，我觉得不大现实。维 C 更多的体现还是抗氧化跟抗老层面。然后就要提到的是这2瓶精华，这个我之前已经在护肤步骤分享中提到的迪奥精华。当我关注了一位博主，他在抗炎以及他们的专利各方面都讲得非常的强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博主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因为当我自己去官网去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查不到的，所以别人很辛苦的花了时间代价去查，证明它不是一个广告，它是真正的想要去分享。但是每个人在脸上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又回到我刚才说的，今年我泛红，时不时的炎症是会有的。这瓶已经用掉1半，现在是1半的量。每一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会拿它当基底精华，日常也会维稳，它没有效，就是在维稳这一块它围不起来，没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再回到我之前推荐的透明灿菌，突发性的敏感、突发性的泛红、各种的突发状况，透明灿菌真的是 YYDS， 它就是压得下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价格实在是跳水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看到很多博主在宣传，就是这瓶精华以及云朵霜。在宣传的话应该是集团重视了，但是我这瓶精华只是花了200多人民币就买下来了。所以这样一个超级有效，又有欧莱雅集团站台，然后它的价位又这么亲民，就你没有想到疫情造成大环境的改变，就是200块钱的白菜。前段时间我妹妹跟我说她要买那个兰蔻小黑瓶，她说换季了，她想要维稳一点，不想要有各种的问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它？就是升级版，然后又可以才200多块钱，75毫升，真的就是再回到我刚才讲国货的话题，就是你这么多好的东西，经过市场验证的东西摆在你面前，又有美好的价格，这都是以前没有的状态。然后现在即便国货这么卷，但我们还是要靠效果来说话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坚持说我支持国货吗？要支持，但是要冷静支持，并且就是你喜欢的博主推荐的东西，他是用心推荐的，但是他也有可能
不适合你。我一直致力于就是分享的时候讲清楚它好在哪里，这个好是不是你在意的，你在意的话你就可以尝试一下。最后一个单品呢，也是我今年购买的希思黎黑玫瑰，和迪奥一样，希思黎呢就是对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我们会对一些贵妇的品牌是表示出不屑的，就是谁会买希思黎？那么希思黎在我的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没有想到我也会买。那一样也是那些成分博主，那些勤恳查资料博主的能力，他们让你觉得哇，原来这是一个这么牛的东西，所以我就购入了这个黑玫瑰面霜。它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皮肤有一些敏感，符合我今年的状态，然后你想要维稳抗炎。相对于希思黎的贵妇价格，这瓶黑玫瑰其实是很值得入门的，它并不贵。这瓶面霜呢，我其实是刚打开没有多久，其实按照道理我应该是在夏天打开的，因为很多人说它很适合油皮，质地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感觉是非常清爽的凝冻。看了一下它的成分表，它加了太多的硅，会产生一种假滑，然后会误让人以为那是油。那么黑玫瑰就属于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心中的那种真正清爽的，就是好似凝霜的质地的话，它不是，它还是有滋润度且有明显假滑感的一款面霜，比较适合你敏感，你用简单一点，比如你用一款维稳的精华，然后搭一个维稳的面霜，不要加太多的东西，不然的话你用起来一定会觉得厚重闷，还有它的滑会给你感觉好像是油的。产品的这个感受一定要讲清楚了，不然你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选。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我用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呢？好，没有脚本的闲聊呢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看。